欢迎来到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。这些年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一个类似现象，无数的人涌入同个行业，从金融到互联网，从制造业到保险经纪，从旅游到电影制片。这种挤压带来了资方，也就是你的上头老板，占据了绝对的议价优势。996这种行为在业内越来越成为标配，劳工群体当然很不爽，却又不得不忍受，毕竟房贷车贷有老有小，工作能保住就够了。而另一方面，广大企业主们却又直呼赚钱太难，内卷化仿佛一夜之间突然流行，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现象。中国人太多，老板心太黑，甚至还有说必须对外扩张，一时间什么理论都有。本期视频就来揭秘内卷化真正的原因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内卷化现象呢？我在中国经济崛起那期也讲过，在改开之前，中国基本上都是小农经济，一亩三分地。中国实际上已经运行了2000多年的内卷化，人们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一代代的传下去，始终处于一种低水平的循环往复中。在中国的土地上，资本主义始终没有壮大，改开前占比高达 90% 的国营企业也一样，所有人都希望挤进去混个编制，国企的效率也始终处于非常低级的循环中。其实不光是中国，当时的国外也遍地都是。你像印度或拉美，大量的人涌向城市，他们从事着非常低端的服务业，像是送快递外卖、餐馆打工、做保安等等。在南美的秘鲁，甚至出现你的车刚停下，就有人搬个板凳过来帮你看车，一个下午只要$1。社会和经济发展无法向前，处处皆是低级的循环往复，根本无法突破。这就是今天的主题，内卷化。拉美甚至还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，也就是人均收入到了$10,000左右，突然陷入了长期的停滞。然而奇迹的事情发生了，在广袤的亚洲土地上，中国在80年代后开始突破2000年的内卷，而成功从农业社会突破内卷的还包括70、80年代的四小龙和90年代的四小虎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答案也很简单，4个字：出口导向，也就是经济高度依赖出口。中国的经济腾飞，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腾飞都离不开出口导向。我们这里要稍微讲点经济学知识，没学过经济学的同学也不用担心，并没有什么高深，保证你一听就懂。我们知道，无论是农场还是工厂，还是现在的互联网创作者，他们的产出都归属到社会总供给的范畴。这些总供给需要被有效的消费掉，而不是堆在仓库。改开前，中国的所有人都很穷，我们假设每年全国只需要5000万条新裤子，而且第二年增长也有限，制裤厂就只需要100名员工。这时候加进来5个新员工，反而引起了工人们的互相碾压，要么大家统一降薪，随便老板欺负，要么另外有5个人就得被辞退。这就是制裤工厂中的内卷化。上世纪80年代，邓小平宣布打开国门，拥抱资本主义，大量国外的订单从天而降，美元、欧元、日元纷纷进入工人们的腰包，工厂内部从此不需要内卷。工厂不光多招了很多人，旁边还新建了很多厂，有做玩具的，有做西装的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这就是开放的意义。我在抖音那期也讲过，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，出口彻底放飞，以出口拉动总需求的增长。而总需求除了进出口还有其他3项，包括居民消费、政府开支和企业投资。大约在2005年，温家宝内阁又把房地产纳入了支柱产业之一，于是政府开支和企业投资这2项又获得了跨越式增长。上下游的大量产业兴起，如上游的钢铁、水泥、电力，下游的租赁、家居、装修，周边辐射无数的行业。同时海量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大量的城市居民申请了房贷，每月按时还贷，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城买房。政府在土地财政也就是卖地收入充盈的情况下，再次杠杆拉满投入基建，于是出现了又一波的上下游刺激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总债务率不断攀升，目前已达到官方数据的 300%， 业内人士的 600% 之多。这就跟你炒股一样，拉满杠杆自然收益翻倍，净值自然快速增长。一时间，中国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，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如同萤火之光，不敢与日月争辉。不过大约到了2015年，
世界的需求出现了饱和，出口的增长接近停滞。早就提出的产业升级在本质上是想进一步刺激出口，但是一来产业升级并没那么容易，技术从零到一往往是最难最慢的。二来中国对很多国家的贸易顺差已经够大，此时的川普已经喊出 45% 关税的竞选口号，而房地产和基建早已日趋饱和，全国的总债务也再也不能增长了。日本当年的一幕幕酸楚恍若昨日，中央把去杠杆喊成了长征式的口号，虽然也就是降低债务率，却令老百姓热血澎湃。于是政府支出和企业投资出现了停滞，拉满杠杆的畸形刺激注定无法长久。那一年人们的信心不在，2年内外储减少了近1万亿美元。各大频道问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转钱出国。上面提到的总需求中的4项，有3项失去动力，增长出现停滞，于是需求端乏力，供给端也就跟着乏力。用大白话说，就是各行各业不再需要那么多人，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仍在进入城市，大量的高校毕业生仍在进入市场，资本家不断地把工厂改为机器人流水线，于是内卷化在中国正式开启。其实此刻防止内卷的方法不是没有，刚才我们讲的4大需求，除了出口、政府开支和企业投资，尚且还有一项，这就是居民消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居民消费能够扛起大梁，填补其他3项的停滞，那么未来的内卷化是可以避免的，而且必须要让经济总增长率达到 6% 的潜在增长率，这是根据奥肯法则和新增就业的推算，我们今天不展开讲。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，消费增长从2015年开始出现下滑，投资增速更是降到了0区间，指望居民消费解决内卷问题显然没有实现。环顾世界，中国居民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更实在是太低，低到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扛起大梁。到此我们已经找到了中国内卷化的真正原因，居民消费占比过低，而其他3项在多年透支式发展后也日趋饱和，这也是为什么改开后突破1000年内卷，如今再次内卷的真正原因。但消费占比如此之低，又是为什么呢？我在房价那期重点讲过，目前大部分的适龄劳动人群都或多或少的背负房贷，他们也是消费主力人群，这些人月工资的一大半都需缴纳房贷车贷，剩余的消费能力会大大缩水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另外，全球的资本家都是一个德性，资本永远逐利，他们想的是如何从工人身上赚取最后一分钱。早年的西方资本主义改良前，工人阶级是非常悲惨的，这也导致了后来的工农阶级共产运动的兴起。后来资本主义被迫改良，工人的福利大幅提高。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，纯自由放任的市场被凯恩斯主义取代，工人阶级开始有了双休日。而社会主义的中国直到1995年才实行了双休日。随后的西方工会领导下的一轮轮罢工，迫使资本家不断的与时俱进提高工人福利，包括工资、各类保险、带薪休假、病假等等。而西方的立法机构也就是国会，不断的由左派偏向劳工的议员提出劳工权利的议案，这就从立法的层面进一步保护了劳工。而在中国，工会并不实质存在，也是禁止自主运作的，工人无法举行罢工或和资本谈判，工人罢工往往是镇压的结局。中国的国会也就是人大也属于花瓶，并没有审法和立法的实权，而掌握立法决定权的中南海老同志们都是保守右派市场主义者。在右派的逻辑中，经济要尽量偏向市场，政策要偏向企业家，福利要一点一点的挤。这3大因素结合起来，就导致了中国8亿多的劳动者极其弱势的地位。这不光是这些年在信息和金融领域的996，制造业服务业的普遍低薪，连医生、教师、教授甚至是公务员的工资都被人为压低。于是这就导致了屏幕中的这张著名的图钉结构，贫富差距极大。我在节目里也多次讲到，李克强的6亿人不是简单的扶贫可以解决，广大的工薪已彻底被拉开，这是劳工弱势的政策的必然结果。那么总消费自然就无法拥有相应的比重，就无法支持经济的持续。而其他国家多为橄榄型结构，中间收入群体庞大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居民消费不光支撑着本国经济，甚至还支撑着中国的出口。
我们假设中国只有一个富人，另外还有9个穷人。这一个富人的本身需求有限，无法代替9个穷人被抑制的购买力。富人的消费的大部分还是进口。但是如果经过工资和税收的再分配，有6个穷人变成了中产，这6个人激发出的需求是惊人的。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。本频道特色是看穿经济背后政府和政治的根本问题，这不需要什么推倒重来，只需要让现有的体系真正运作，让人大真实像国会那样运作，人大代表选举完真不完假，真正选出代表广大劳动者的代表，工会可以组织并代表劳方和资本谈判。有了这3点就足够解决当前的贫富差距，也就自然会解决当前的内卷化问题。这些事习做起来易如反掌，也不会影响稳定，但很显然他是不会容许的，因为这威胁到他的江山。这是第2点。第3点就是政府的再分配问题，简单说就是税收怎么分配。我在中国医疗那期也讲过，在广大劳动者被高度压榨、基建房产饱和的同时，政府却依然把过高的税收用在了房产和基建，其用在医疗、教育和社保的比例仅仅比印度高2个百分点，无数人连失业保险都没领过，而老百姓对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的需求却始终存在。这意味着如果政府支出不足，就只能自己填补，老百姓省吃俭用，防止未来不时之需，这就进一步挤压了百姓的消费能力。关于这点的解决方法同第2点，一句话，呼吁人大和工会真正的运作。这里还没说庞大的特权阶级，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医疗那期。在政府再分配存在根本问题之外，市场本身难以调节，很多人被一线城市的光鲜迷惑，但数据却不说谎。中国除了少数新兴产业的工资惊人，其他产业的工资并未跟上多少，这也进一步拉高了贫富差距。其实如抖音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互联网企业，他们看似风光无限，占据了全国市场，但从本质上看，只是把全国用户的财富转移给了公司的员工和少数的头部玩家。以上就是关于中国内卷化的真正原因，欢迎大家点赞留言，谢谢大家。